來看到，在此刻，美國的經濟出問題了嗎？連巴菲特這時候都出來警告說，美元快要崩潰了，真的要出大事了嗎？今天不要錯過這一集，我們會一起來做解讀哦。因為呢，現在美債的部分已經正式的來到了39兆美元，現在說是不是炸彈要進入倒數計時了呢？光是美國每一年的利息得支出甚至破兆元，美國人民現在被通膨跟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的是股神巴菲特自己說的話，罕見的公開示警，美元可能會面臨崩潰的風險。原因出在兩個，第一個就是美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巴菲特認為是很危險的。巴菲特還提到了美國的債務問題更是嚴重，因為現在目前的美國的國債已經正式的來到了39兆美元，國債高築，所要支出每一年的利息更是高達了1兆美元哦。那麼美債的殖利率全面的也同樣是在走高。我們看到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正式突破5%，是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新高。10年期的殖利率市場預測很快也會衝過5%的一個數字。巴菲特是這樣說的：39兆美元會讓美國 GDP 的數倍級的一個壓力，這壓力是非常的大，而且是全球史上最大的債務數字，永遠還不完的一個天文數字。而且呢，刚刚特別提到了這個，光是利息得支付1兆美元。現在市場最擔心的就是這種債務的螺旋了。你的利率走高之後，利息就會變多，就得發更多的債。那麼市場就會變得更恐慌，殖利率再飆升的話，最後變成永遠還不完財務的一個大黑洞嗎？更尷尬的是，美國現在還要負擔包括在全球的軍力的安排，不管是在這場俄烏戰爭，在這場美伊戰爭，或者是對於全球軍力的部署上，同樣三線都在燒錢吶。楊老師怎麼看巴菲特的公開的擔心？其實是比較罕見的。那現在美國會不會陷入財務的黑洞呢？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巴菲特這次的講話前所未有的讓美國的整個財經界都非常的緊張。他是何許人也？他是股神吶。股神一個很重要就是對美國經濟的信心。他的投資多半都是以美國的企業為主。那你看到他在幾十年來自己本身在這個領域裡面是絕對的頂尖，他都今天發出這個警訊。我簡單講2個層面好了。第一個層面，現在已經來到39兆美元，巴菲特也說，一年的利息你就要還1兆美元，而1兆美元代表什麼意思？就代表美國每年的政府支出裡面的15%，15%你就要還債。而一個政府的這個年度預算，有一些是固定支出的，比如說人事、社福、教育，這都固定支出的，那你扣掉。每個政府它還有多少的可動用資金？那你把這個扣掉，那它所佔的比例就不止15%了。那所以它的排擠效應非常的嚴重。那如果你還想要多支出一些項目，川普明年又要想要把國防預算從現在9400多億提高到1.5兆，那怎麼可能？但是似乎好像要這樣子才能夠滿足他大軍事的一種虛榮心。那第二個層面就是，你知道這個39兆裡面已經有超過31兆是公眾持有，也就是說由全國際性的或者是不管是美國的還是國外的法人、政府到個人所持有，而不是美國自己本身的政府或他自己的基金。那就表示什麼？那就是發給大家。結果這個31兆是什麼數字？31兆是美國的 GDP。美國的 GDP 在去年就是來到31兆。中國呢19到20兆。所以呢，這個當然計算是有這個匯率的關係，中國應該是比這個高。但是美國的31兆現在已經負擔是100%的國債，所以當大家可能在對美國的經濟失去信心的時候，那你開始就面臨到可能這個出售擠兌。然後呢，你開始整個就會出現問題，所以光是這個層面，就是你還債的利息的排擠效應，以及你在這個100%的 GDP 是
國際的跟國內的這種持有哈，我覺得對美國的影響就越來越大。我最後講一個簡單的數字，你知道2008年美国的公共持有的國債是多少嗎？只有8億美元。对不起，5億美元。2008的時候只有5億美元，現在來到31兆。对不起，我都講億，應該是兆，5兆變成31兆。好，所以一邊是這個債務的問題哦，現在其實已經讓巴菲特做了一個很特別嚴肅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同樣來看到的是，剛剛巴菲特也說了嘛，因為通膨的問題也會讓這個國債不斷的升高。現在通膨到底有多嚴重呢？我們光看食品價格跟疫情比，是上漲幅度18%，房價上漲幅度超過50%。年輕人現在說出現了一個叫做終身的租屋世代，因為買不起房，就是終身租屋了，財政會不會走向失控？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您看到這個債務的這個殖利率為什麼會升高？賣不出去嘛，風險越來越高，風險越來越高，很多人為了避險，他需要你給他更多的好處嘛，所以它的價格就會一直升高，一直升高，他才願意承擔這個高風險去買你的公債。那你想是不是就越來越貴了？這就代表越來越危險。那一直這個情況的時候，您看到美國的每一任的總統還沒上任之前都說，我知道債務破產、政府破產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一定要解決這個債務破產的問題。可是等到他當總統的時候，拜登有解決債務嗎？沒有，他增加債務了。川普上來以後，他也說他要解決債務的問題啊，他有沒有解決債務？沒有，他不但沒有解決債務問題，然後他還增加債務。原因很簡單。每個總統的任期就是4年，他認為我不會那麼倒霉，就是發生在我任上嘛。是啊，每一位的經濟專家都說快要破產了，但是呢，他說都沒有啊，因為我們美元霸權啊，還有我們美元還是最強勢啊。那個如果我們真的有問題的話，世界各國都會來救啊。因為當時2008年的美債危機不是就是這樣嗎？美元要破產啦，世界各國來貼錢啦，中國大陸貼最多啊，反正你們都要貼錢，讓我美國人繼續花。所以我覺得他們都存了這個僥倖的心態，一旦存了僥倖心態，他就敢花錢了。你看這個川普上來的時候，他剛開始也信誓旦旦的說要解決財務問題啊。結果呢，有沒有解決財務？沒有啊，他花錢花的比較多，比人還多。現在的情況是還發動戰爭，燒錢像燒流水一樣，這代表什麼？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大家都知道，通貨膨脹的問題跟聯準會降息不降息有直接的關係，不是間接關係哦，是直接關係。你一定要把通貨膨脹壓下來，聯準會才有可能降息，因為他也要看你這個失業率的情況嘛，就業率的情況，也要看你的這個通貨率的一個情形。好，耶倫在卸任之前都已經告訴川普了，我們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跟中國大陸繼續打貿易戰跟科技戰，所以我們的關稅都不降，不降的時候，對於美國的通膨2%，2%，所以你只要把這個關稅拿掉，這個2%就往下降了。是，結果呢，川普聽不進去啊。拜登也聽不進去，川普也聽不進去。請問一下，這些總統都是不見棺材，見了棺材不見了死刑。他要躺下去以後被釘上去了，他才會說我認了，我輸了。你還沒有定下去之前，他還是覺得可以從棺材爬出來的。對，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通貨膨脹持續的延燒到現在，就是在美國內呢，中產階級尤其可以感受到這個正在快速的被掏空，而且年輕人覺得說我努力到底有沒有用啊？那艦長又怎麼看？我以前聽過一個什麼叫做美國夢，然後我聽他們講完之後，我聽了真的是蠻感動的。他說你生活在美國，你只要有個正常的工作，一個全職的工作，好比說你是一個巴士的司機，好比說你是在一個福特公司裡面做一個造汽車的工人，就是一個全職有健保這些東西，你可以很輕鬆的娶妻生子，你可以貸款買一個房子，你可以貸款買一個車子，你可以買一個冰箱，你可以買一個電視。你可以養2、3個小孩，並供他們教育，然後除此以外，將來有天你退休的時候，你會有一個，這就是說安享晚年，就是一個中等階級的。是，我相信，包括現在年輕人聽到都非常的羨慕。我當時仔細想想，美國的家庭的確如此。那時候全世界很多國家根本就還沒有電視啊，什麼冰箱他們都有。所以當我第一次聽到川普在年輕的時候講說，我認為美國要怎麼樣的時候，他就說天下事我都不管，美國是天選之國，我們只照顧我們自己。
說我一直非常支持川普，直到他真正當了總統之後，我才發覺你哪有照你當初說的做啊？他現在在做什麼？大花錢，他在照顧第一個汽油商發財了，軍火商發財了，你知道這2個人都發財了，汽油商發財了，人民都